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陆游的频道。今天我们又出游了，我们现在是在中东土豪国家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当然，我们今天过来只是转机啊。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一个过去几年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啊，也非常想去的地方——台湾。伦敦到阿布扎比应该是6个小时多一点，但是我们今天 delay 了，所以我们到机场之后呢，有点小狼狈啊，一直跑过来的，而且它转机的乘客也要重新安检啊。我们现在等一会儿就要登机了，非常期待啊，非常兴奋，因为今天我们不单是要去一个以前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而且呢，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个新的航空公司，我们2个都没做过。看英超的朋友应该知道，曼城的大金主就是阿提哈德，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是坐 A380。有一次去空客的总部啊，那个博物馆，然后我也说到，这个 A380现在呢越来越少了，只有少数的，尤其是跑中东航线还有跨大西洋的为数不多的几家航空公司有 A380。那阿提哈德呢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如愿以偿的啊。又做了一次 A380，确实是体验跟任何其他飞机都不一样，因为它体量非常大嘛，然后它整个起降的它那个角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稳。那接下来这一程呢，从阿布扎比到台北呢，是波音787。晚上9点半，我们从阿布扎比出发，飞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伊朗领空。当时没有人能够料想到，短短几周之后，中东的这个角落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President Trump has, in the space of a few hours, twice urg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to send warships to the key waterway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being blocked to global shipping by Iran. It's meant that global oil prices have soared with no sign of let-up. 随后，我们的飞机穿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缅甸，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大陆，最后飞越台湾海峡，抵达目的地台北。我们现在到台北啦，台湾桃园机场欢迎你。这还有那个英文、韩文、德文、中文简体字，算上早上去机场，一共18个小时。哇，这有可能是近些年我飞长途飞行总的飞行时间最长的一次，但是还是很兴奋的。我们终于踏上了台湾的土地，从小到大都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宝岛台湾，我们终于来了。一下飞机，桃园机场一进来，有一种大连周水机场的那个感觉。这个走道的宽度啊，还有这个布局，好像真的有点像。我们飞机一降落呢，就看到它机场旁边有一个新的航站楼，应该是 T3 啊，正在施工建设中，好像说是明年啊就竣工了。刚才在海关通关呢，也是比较顺利吧。如果你是拿中国大陆护照，拥有海外的长期签证啊，或者是永居啊等等这些的话，从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来到台湾呢，只需要办一个台湾的这个入境许可证啊，非常容易办，非常便宜。到时海关以后，把你的护照还有这个证件给他看一下，按个手印就直接进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启为期1周的台湾游了啊。首先呢，有2件事情要办，就在这机场。一个呢就是需要去买个手机卡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换点钱。我发现一个事儿，就它这个 Arrival 这个大厅哈，这边有很多的座椅，看到吗？就是说你来接人呢、接机，提前来了，你可以在这坐着休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再一个什么呢？它上面有一个大屏幕，看到吗？哎，那个就是一个摄像头，就对着这个 Arrival 这个口。所以你如果是来接朋友啊、接亲属什么的，也不用全都聚在前面啊，你可以就在这儿坐着，然后通过这个大屏幕能看到，哎，人到了，你再过去也行。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挺人性化的啊，在其他机场还真没见过。但是有一点还是要吐槽一下，就是这个机场取现金不是很方便。首先，提款机和换汇窗口非常少，而且很多机器的证件扫描功能不好用。好用的机子前面都大排长龙，所以我们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提到现金。然后我们用机场的 WiFi 下了 Klook。这里要注意啊，台湾似乎和欧美一样已经普及了 eSIM，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是否兼容。我们还在机场楼上的 7-Eleven 买了悠游卡，它就相当于伦敦的 Oyster 卡或者香港的八达通，属于来台湾必买的交通卡。
不只能坐捷运和公交，还能在便利店直接刷卡买东西，非常方便。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也不用特意跑到楼上的 7-Eleven， 机场楼下的捷运站就有售卖机。现在是在这儿，坐到终点站台北车站，轮椅乘客有专门的这个月台等车的地方。专门有一个是放行李的地方，还不错啊。然后这边是一个 priority seat。台北捷运的这个国际化程度还是可以的，你看，英语、日文、韩文啊都有。它这个座位专门是有这种前面可以给你放那个行李的地方啊，不错。我们刚刚从寒冷的英国来到亚热带的台北。看着窗外郁郁葱葱的满眼翠绿，顿时感到身心愉悦，旅途的疲惫也减轻了不少。坐桃园机场捷运到台北市中心大概40分钟，我们坐的这班是紫色直通车，沿途只经停2站。到了台北车站，我们放弃了转乘捷运的计划，直接叫了计程车去酒店。这就是我们这次在台湾的第一个住处，位于东门捷运站附近的一家3星酒店，设施简单但干净宽敞，价格是每晚3600元新台币，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窗外就是这样的了啊，它是一个就后面就是居民楼，卫生间啊挺干净，这个 shower room 也挺宽敞的，中规中矩，干干净净的，可以。稍作休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首先去逛了迪化街，因为时间关系，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单独跟大家介绍这个台北最有特色的历史街区。这家店啊，就在这个小巷子里头，我们刚才还找了半天。这个客人络绎不绝啊，生意是相当不错。我们今天是在台北第一天，对不对？第一天晚上的第一顿正餐。肯定是吃卤肉饭嘛，然后我要的是这个也是他们叫什么腿裤饭，是肘子吧？肘子，我还特意要了肥的比较多的，特别香。然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解锁当地啤酒，台湾啤酒。大肉稍微有点腻啊，来点辣椒油。这辣椒油看着挺好的，少来点。挺辣的。好吃吗？很鲜。哇，真的，一进嘴里，哇，没想到台湾人能吃这么辣的。我以为他们吃不了辣。我们这个馆子啊，像是街边的小粑粑馆，但是你看。墙上这些看到吗？正调啊，各种台湾的明星都在这吃。明天我们去逛一下台北的行政中心中正区，探访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历史建筑和景点，包括总统府、228公园和中正纪念堂。感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见。